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前两个影片我才说了俄罗斯父子的事情啊，就讲他们生气了，因为他们的锦标赛输了。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俄罗斯父子他们其实在最后的决赛就有加入其他的队伍啦，就讲他们万国锦标赛还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下去的。那么这边看到的邮件呢，就是来自2377现任国王 Mini 所写的邮件，所以这边先给大家看一遍英文版本了，那我们直接翻去中文了。我不想再用我那个烂的英文来跟你们翻译了。他这边就说大家好，最终他跟俄罗斯父子那边呢就有一些关键事项达成了一致，就是重点啦。首先他们是战士，他们关心这个王国，他们想要赢得这一场 KVK 555，所有的喧嚣和其他的事情都只是在 YouTube 这边。酒馆聊天室又是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讲那个社群之类的吧，又或者是 YouTube 的聊天室和其他的人用煽动愤怒的地方的内容。从今天起他就一直直言不讳，在这个游戏中政治除了摧毁王国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和俄罗斯父子讨论了这个王国未来3个小时。哇哦，最终还是回到上面列出的3件事情，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在这场混乱发生之后的20分钟内，每个王国都想要从我们的战士里面分一杯羹。这边所讲的应该是其他王国，他们发了一些移民的邀请2377王国的玩家去他们的王国了。因为在之前960要解散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有至少50位玩家发送了移民邀请给我，就询问我要不要去他们的王国。因为俄罗斯父子离开的话，有很多玩家觉得说2377就会这样子被毁掉，就可能会灭亡的意思啦。但我觉得如果一个王国强大的话，其实不是因为2个玩家离开而影响到的。那俄罗斯父子对于2377他们整个王国的情况是怎样，我就不清楚啦。因为据说俄罗斯父子他们这2个玩家呢，应该是说这2个账号养了整个王国，因为他们每一天都会买金箱子嘛。但是实际情况是怎样我就不清楚啦。他想知道这些王国是否会意识到竞争越少这个游戏就越没有意义。是的，我觉得他的想法是跟我差不多的，因为之前我讲过960解散或许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玩家全部都分散去其他的王国。当然有一些玩家是否决我的看法啦。如果我们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解散，我们就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看着489、93、606打架了。这就像连续玩15遍的光明与黑暗，这个就是讲 KVK 3光影交织。因为他这边的发言是觉得说，大家如果是真的想要看到2377解散的话，就变成说又少了一个先锋王国，你们只能来去看同样的先锋王国在对战而已。他们的一生在努力成为最好，他敢打赌，问问 GT 成员们那种感受如何。我的感受啊，其实没有什么感受想要讲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游戏还在嘛，王国灭亡了你还可以再重建那个王国，但是游戏真的灭亡的话，可能我们真的就没有游戏可以玩了。让我们继续前进。377的每个社区都联系了他，说他们会战斗，所以我们去第5区战斗，去了6区，然后去皇庭继续战斗，然后这边还有接下来他有第2封邮件，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未来的方向，他们要做什么东西啊。所以看起来俄罗斯父子是跟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了啦。但是说到这一点呢，在我上次发布了影片之后，我看到有不少的玩家就觉得说俄罗斯父子这样子其实不是很恰当，因为他应该要私底下跟那些管理层他们讨论了之后才写一些邮件，是振奋人心的邮件，又或者是完全不要写，就有什么事情私底下跟管理层他们交代，跟他们沟通就好了，不要影响到整个王国。所以他的情况其实应该要像这个国王这样子，就是聊好了之后才写邮件出来提起大家的士气，而不是让大家的士气变得更加低。 OK， 来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专注在我们的社区 Focus on our community。 OK， 所以这边英文版本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因为我要翻译成中文了。OK， 游戏很简单，但是外界的政治和噪音不过是其他王国为了挖走玩家或那些完全不了解身处这边大帝国的意思是先锋王国的意思啊，是什么滋味的玩家而制造的胡扯。他们之所以会大肆宣扬，是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程度的战斗，只有少数几个联盟王国独自面对 GT， 却没有在20秒内被彻底击败。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大肆宣扬的时候，就像
像高中明星谈论职业体育一样看着他们，然后无视他们。记住，我们并不特别喜欢被人谈论，他们这样对待我们，489、606和93王国也是如此，不一定按照顺序，但每个王国都无法逃脱网络仇恨的怒火。其实他这个说法也算是正确的，因为就是你是先锋王国，你是很有名的玩家，你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玩家，或者是比较关注的主播，大家就会把一些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又或者是把你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放大了。就比方说像之前960大家就会关注你究竟有没有输 KVK， 你的表现如何。但其实如果你们把960的事情可能放在其他的王国，不是非常有名的王国身上，可能大家就不会这么去在乎这件事情了。像88他可能一直输 KVK， 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玩家他也是从来没有胜利过 KVK 的，只不过因为88他是有11战力，他也比较出名的关系，所以大家去关注了这件事情。那因为他们比较有名，可能有热度，大家也比较关注，所以就会放到讨论区那边去给大家做一个公开批评什么之类的讨论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只要人家认识你了，你比较出名，或者是你很强大的话，大家都会关注这些事情。当然也有人捧也有人踩的啦，但你不一定说全部评价都是负面的，也有可能有评价是正面的。在事件发生后的30分钟内，每位领导人都悄悄进入了他们玩家的私信，就像一个追女孩的男孩一样去邀请他们，是不是？我已经能够想象到了，我也经历过。他只希望他们的王国专注于在以上3件事，就是刚刚我们看邮件的这3件事情啦。我们拥有这款游戏最强大的武器——承诺啊，但是他承诺过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专注于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才能胜利，还有礼貌的对那些对你毫不在乎，只想着积累人手、捶胸顿足、轻松取胜，看着他们星光闪耀的外来人说一声滚蛋，就是讲那些可能不是很看得起他们那些玩家啦，叫他们滚蛋啦。他们这里不是为了城墙而星光而战的，他这边说的城墙就是王庭还有星星，他们是为了彼此而战，因为他们热爱战斗。如果他们想轻松取胜，他们会说出来，打一场无可厚非，但他们拥有自己的选择。他希望更多人能够效仿他们，把那些废话留给其他王国吧，因为那不是他们的本色。让我们开始战斗吧，让别人去胡说八道。最后查看一下俄罗斯父子的邮件，问问我他是否要留下来。 OK，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啦，他们的邮件就跟大家讲啦，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然后俄罗斯父子那边的情况应该也是给他们搞定了，就是说接下来的战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所以各位也不需要太担心，俄罗斯父子他们会继续战斗的。但是上次看到的那位火星入侵者好像不见了，他不在阿斯的位置，有可能他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啦。因为上次我发布的那个影片中有透露到他自己请辞了，所以他可能调到下面的位置去了啦，去作为战士了，在这边不确定是不是他来的啦。 OK， 那这里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邮件之后觉得怎么样呢？然后顺便也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关卡开放的位置呢，就是在明天了。我今天发布影片之后应该就是明天了，11号关卡就会开放了，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啦，他们 KVK 就要开始了。如果是亚洲时间的话也是一样，大概晚上咯，北京时间应该是晚上11点左右啦。 OK，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